好，我是小马。那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每次在奢侈品店里购物呢，看着一件件的商品如此的精美别致，都让人不由得心生爱惜，连摸一下呢都变得比较的小心翼翼。那如果我告诉你，这些商品要是这几个月都没有卖掉的话，就会被当成垃圾处理，被一把火给烧掉。那你会不会也非常的心疼呢？那今天呢，小马就来跟大家聊一下奢侈品处理库存的方式。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那几年前呢，快时尚品牌 H&M 被媒体爆出，他们每年呢要烧掉高达60吨的衣服的库存。那这一举呢，让很多有环保意识的大众感到愤愤不平。那有人开始认为，快时尚衣物上新周期太快了，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的污染，实在是不太环保。但难道只有快时尚品牌是这样吗？2021年，据英国 BBC 等媒体报道，那巴宝莉在这一年的时间内，竟然烧毁了超过2800万英镑，也就是约合2.5亿人民币的卖不出去的商品。而在5年的时间里，巴宝莉总共销毁了9000万英镑，也就是约8亿人民币的库存。那8亿元相当于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大约65000件巴宝莉的经典的风衣。那而在奢侈品行业里，销毁卖不出去的库存似乎早已成了一个潜规则。那像拥有卡地亚和万宝龙品牌的利丰集团，那每年呢也会从世界各地回收价值几亿英镑的手表的库存，然后把表上的钻石和值钱的配件呢拆卸下来，那其他的金属呢就直接送往废物处理工厂销毁掉了。那为什么奢侈品品牌宁愿自损3000也不愿意再降价呢？那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是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品牌平民化，也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品牌掉价。那比如巴宝莉被曝光烧毁库存后，在面对舆论谴责时，曾经表示，我们只是想避免商品被低价卖给错误的人。那他们口中所谓错误的人，一方面呢是指便宜倒卖商品以及非法抄袭的人，但另一方面呢也暗指了没有足够消费能力去高价购买他们商品的不够富裕的人。那你想想看，如果随便的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呢都能用上奢侈品，那你还会觉得这个牌子很高级吗？还会认为它是一个奢侈品吗？那所以奢侈品品牌不愿意降价的核心原因，是为了维护品牌的价值和地位。那第二个原因，也就是品牌不希望打击消费者的购买动力。那你想一想，自己生活中有没有这种时候？那刚买了一件价格很贵、很高级的衣服，心情特别好，穿得特别美，但没过2天再去店里一看，居然打了9折。哇，别看折扣很小，那伤害性却是极强的，觉得自己花全价新买的衣服瞬间就不香了。然后等你下次再到这个品牌购物时，可能就不再冲动的去购买正价商品了，而是考虑是否等这个商品打折的时候再买，甚至只挑店里正在打折的商品买。那不要以为这是收入较低的人群才有的心态，其实很多有钱人也同样是这样想的。那毕竟打折意味着这个商品的保值性是比较差的，对于这种只要入手就等于亏钱的商品，那除非是真的喜欢和需要，否则呢谁也不会这么的冲动去当大冤种。那有朋友可能会说呢，奢侈品牌不愿意便宜卖库存没有关系，但为什么不把一些像衣服之类的库存捐给穿不起衣服的人呢？这样既不浪费资源，又可以得一个美名。那首先呢，非常直白又残忍地说，奢侈品是无法接受穷人穿着自己品牌衣服的，因为这违背了品牌的形象和地位，而且他们的核心顾客也不会愿意跟穷人穿同款的衣服。所以奢侈品牌如果要捐赠产品，除非他们先把这些商品去品牌化，也就是说先移出品牌的标签 logo 以及具有代表性的图案和设计等等，但这将非常耗费人力和财力，而且呢还不一定能做到毫无破绽。
所以呢，对于品牌来说，真要做慈善的话呢，还不如直接捐现金是最好的。那没有风险，大家也都满意。那至于库存呢，还是一把火烧了是最省事儿的。但是呢，这把火现在可没有那么容易放了。法国新反浪费法正式生效，禁止销毁任何未出售的时尚类产品。那小马真心希望奢侈品牌能够顺应这个机会，找到更加合理及环保的方式管理库存。那么爱马仕又是如何处理自己的库存的呢？那从爱马仕早前的年报可以得知，他们以前也是会对过季商品直接进行销毁的。不过呢，有权威的机构数据显示，自从2014年以来，爱马仕就几乎没有再销毁过任何的库存，因为基本所有的商品都被售出。那爱马仕能够做到零库存，那小马分析呢，主要是通过下面的3种方式。那第一呢，就是通过大家耳熟能详的爱马仕配货制度。那爱马仕的皮具呢是从来不愁卖的，所以本来就不会有库存的困扰。那其实最容易产生库存的呢，就是时装品类还有珠宝类。那每年的服装呢，基本上都是要上新6季。那最怕的呢，就是过季产生大量的积压。那要想快点把卖不掉的款式和码数清理出去，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呢，就是把它们当成配货，来跟皮具一起进行捆绑销售。那顾客呢，想要买个10万元的 Birkin， 就得先买个10万元的衣服才有得聊。那这样呢，难卖的货都变成了香饽饽了。那配货制度呢，虽然让人觉得挺可气的，但不得不说，确实是一个有效避免库存的浪费的方法。但小马换个角度来看，没有库存虽然看上去是没有造成浪费，但配货本质呢，就是在鼓励顾客去买很多自己可能并不需要的东西。那哪个养马人家里不都是一柜子被怂恿买的衣服，多到用不完的丝巾，还有首饰，还有其实并不怎么喜欢的家具摆件。那这样子的过度消费又何尝不是一种极大的资源浪费呢？那爱马仕去库存的第2个方法就是搞特卖会。那特卖会呢是有2种的，一种是对员工内部的内购会，一种是对外的，叫做破例销售会。那首先来说一说对内的，爱马仕每年呢都会举办员工内购会，让员工可以用超低价去购买商品。内购会上不同款的折扣呢幅度是不一样的，像专柜当季款的话呢，折扣就会小很多，但是如果过季的库存，折扣就会很大，甚至呢能低至1到2折，所以很多员工呢还是愿意买单的。那爱马仕差不多2万名员工呢，那就算内购会1年1次，也能够消灭很多的库存了。那接下来再说一说呢，对外的这个特卖会，爱马仕每年呢都会在世界上几个比较大的城市举办为期3天的特卖会，销售打折商品。那当然了，这里面大部分呢都是库存商品。那爱马仕呢，不管这叫特卖会，而叫做破例销售会，听听这个名字哈。那并且呢，它不是谁都能来买的，而是实行邀请制度，只有被爱马仕 SA 邀请的 VIP 客人或者是品牌合作方才能获得入场券。那利用这种邀请制呢，开展破例的销售会，爱马仕可以很好的做到既清理库存，然后又避免了商品流到错误的人手中，可谓是一举两得。那除了捆绑销售和降价销售之外呢，爱马仕还有一个升级版的方式处理库存，那就是2次创作销售。那为了迎合环保的趋势，为了物尽其用，很多的奢侈品牌呢都会将生产过程中剩下的边角料来进行创作。而爱马仕呢，不仅回收加工边角料，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就是回收自己没有卖掉的库存的衣服和材料，做一个2次的创作改造，然后呢再进行销售。那像在2020年，爱马仕就售出了3.9万件2次改造的产品。那这种2次改造呢，虽然可以处理部分的库存，但是对品牌的财力、人力要求也是很高的，需要品牌来承担回收和改造的成本，也需要品牌的手艺人有高超的创造力。那所以很可惜呢，这样的做法只有像爱马仕和 LV 这样的顶尖的品牌才敢采取。
那在小马看来，这3种做法呢，虽然都是把商品卖出去了，但究其本质，无论是过度消费还是2次加工，那其实也依然是在造成资源的浪费。希望他们能够更加合理、准确地预测市场的需求，努力地做到供需平衡。那不知道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欢迎评论区给我留言。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欢迎订阅小马的视频，我们下期见。